当你想到高智商的人，什么样子会浮现在脑海中？不管答案是什么，我想我们都同意，高智商的人不仅仅是由他们的智商来定义的。他们中的许多人有很多共同的举止和习惯，这些习惯可能不是你想到的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心理学上9个最常见的，但也是最令人惊讶的，高智商的人都有的不寻常的习惯。1. 乱七八糟。排在第1位的是一种杂乱无章的倾向，有时甚至是丢三落四。这一点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惊讶，因为当我们想到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时，我们倾向于想到那些在班上名列前茅的、学术上有成就的人，而且在现实中往往生活得井井有条。然而，事实上，很多高智商的人实际上并不属于这一类，他们更喜欢乱就乱着，因为他们倾向于有高创造性，他们宁愿拒绝千篇一律，然后构思出独特的、原创想法。2. 脏话连篇。很多高智商的人往往会诅咒很多人，不仅如此，他们的脏话也更有创意，这意味着他们的词汇量很大，他们也喜欢独立思考，不让社会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，什么是合适的，什么是不可取的。毕竟，如果一个贬义词背后没有任何恶意，那么它到底有什么不好呢？高智商的人认为，如果骂对了，那骂就没有什么错。3. 是个夜猫子。研究表明，高智商的人实际上比大多数人更喜欢熬夜，他们往往是夜猫子，整晚工作而不睡觉，他们总是大晚上的能振作起来，处理很多问题和挑战，而且他们更喜欢在晚上做，这样他们可以少受干扰，独自思考。4. 洗冷水澡。高智商人群的另一个习惯可能会让大家惊讶，他们中的许多人喜欢长时间洗冷水澡，尽管我们中的很多人也喜欢这样做来清醒我们的头脑，知道吗？这是有科学依据的。冷水浴模仿古老的水疗，据说这种水疗通过向我们的大脑输送新鲜血液，带给身体和心灵益处，从而改善情绪、记忆力和生产力。5. 自言自语。虽然我们发现承认这一点有点尴尬，但我们很多人确实有自言自语的习惯。不同的是，高智商的人更经常这样做，一个可能的原因是，他们可能是在他们的生活中唯一可以在相当智力水平上交谈的人，或者他们只是喜欢大声表达自己的想法。6. 自我批评。高智商的人更喜欢批评自己，因为他们可能是他们所认识的唯一一个有能力挑战他们自己的人。事实上，高智商的人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他们的谦逊和自我意识，他们总是愿意承认他们的无知，他们不知道所有的答案，他们不害怕批评自己，因为他们总是愿意学习更多。拓宽视野，许多高智商的人也倾向于成为完美主义者。7. 经常涂鸦。你是不是曾经在课堂或会议上发呆，然后开始在第一张纸上乱涂乱画？你会发现，如果经常这样做，这实际上可能说明你是一个高智商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表明，在课堂和会议这样的日常活动中，你没有感受到足够的挑战或刺激，而且你是一个极具创造力和深刻思维的人。不仅如此，研究还表明，涂鸦通过让我们的大脑休息，尤其是在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后，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。8. 做白日梦。虽然我们可能会把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与高智商联系在一起，但实际上，对于那些经常做白日梦的人来说也是如此。比如涂鸦和自言自语，大多数高智商的人都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，并使用这些创造性的方法来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技能，获得他们需要的精神刺激。做白日梦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思考事情。许多高智商的人利用白日做梦作为一种策略，以达到突破或在生活中做出重要决定。9. 需要独处。最后，但并不是不重要的一点，绝大多数高智商的人往往更内向，不太善于社交，因为他们在人多的场合会力不从心。他们可能想要很多独处时间，因为他们强烈的独立个性让他们更专注于实现长期目标，而不是享受短期娱乐的乐趣，比如和朋友出去玩。
你有我们这里提到的哪个习惯吗？你认为自己是高智商的人吗？记住，这里有很多种，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。你觉得这支影片有价值吗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们，记得点赞并与朋友分享，他们可能也会在影片中有所收获。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